起开，起开，起开！干嘛呀，全姐？哎，爸，你看啊，在这儿呢，奸夫。说什么呢？奸夫。你说什么呢？你再说一遍。说了怎么了？我就说了怎么了？气死你，气死你，气死你！哎，你想干什么？想干什么？刘星。全姐，喂，小乔，小乔，刚跑我才捉奸，你打不着我。你还带着我爸？怎么？你是故意让我来花对不对啊？小乔，打这个我对不对啊？全姐别跑啊！你站着，你站着！你想怎么干啊？你是我打我！让我来推上救护车！你打我！你别跑！你别跑！全姐！爸，救命！救命啊，爸！你跑呀你别跑呀！我不出，气死你！都住口！谁都给我揍死谁！不嫌丢人呐？出来！我不。把那本棍子给我。出来！都给我回屋！回屋！走了。你说第一次跟你爸见面就这个局面，也太尴尬了吧？继续。小举这人本来就奇怪，他们家那人也奇怪，所以任何事情发生在他身上就不奇怪。而且他那么彪悍，只有他欺负别人，没有别人欺负他的份儿。安拉，能陪我到唯品会跳一件肚皮舞的衣服，快！你就是潇潇提起的赵医生。对，伯父好。啊，坐。这么晚了还没休息，在做什么呀？然后潇潇在做题学英语。学英语逗呢，谁信啊？全姐，有完没完？有完没完？啊，这个书是潇潇在看的，是哈佛商学院出的 MBA 教程，管理学。这本书是我在看的，叫《空谷幽兰》，是写的一个外国人在中国寻找隐士的书。好书，好书。认识吗？看得懂吗？啊？看得懂吗？啊？不，你啊什么啊？知道我为什么答应来潇潇家吗？你以为潇潇会像你一样荒唐？不来，这看看这书，啊，哪一本你能读得懂？早就让你向潇潇学，你还不服气，今天就让你心服口服。突袭来看，看看潇潇在干什么，你平时又在干什么？不是爸，咱是不是跑题了呀？你看他们两个啊，大晚上的孤男寡女。大晚上的怎么了？不是，这不是看书吗？不，人家正常的工作，正常的恋爱，哪一点碍着你了？你就见不得你妹妹这么好吗？不是，爸，咱来的时候可不是这么说的。你明明是说这他们……是，我说什么了？你以为我会跟你一起做荒唐事儿？我会全都怀疑我自己的女儿？我来就是让你死个明白。老你说我偏心帮潇潇，来，这是书，读，你读得明白吗你？那你也读不明白啊？怎么说话？哎呀，小美怎么办呀？我都不舍得跟你分开。行了，别孩子气了，赶紧回去吧啊！哎，要不我们在附近吃宵夜吧？我就想跟你多待一会儿。你知道我晚上不吃东西的，回去吧，明天还得上班呢，工作上那么多事情，我可不想拖你后腿啊。
去吃吧，我就和你多聊1个小时，就1个小时。1分钟也不行。哎，你看我都这么不舍得离开你，我要这么回家了，晚上我肯定失眠的。我周末陪你2天还不够啊？不够，待多久都不够。你再这样，我真不能整天跟你腻在一起了，否则你会不思进取的。那明天我……明天什么明天？赶紧回去，不然我不去你家了。1、2、3。你以为是个人就能做生意啊？嗯？你妹妹一手撑起公司已经盈利，你还在吃干饭问我拿钱，我也给过你机会，是你自己不懂努力不上进，你下辈子也赶不上你妹妹和小赵医生。还犟！爸爸，好爸爸坏爸爸，你是我的臭爸爸。哎，这么大的姑娘了，当着男朋友的面，你不嫌丢人呐？这怎么丢人了？你是我爸爸，我当然喜欢你了。曲筱绡，你就演吧，接着演啊！不嫌丢人呐？滚！滚！好久不见啊！是啊，好久不见了。看上去挺狼狈的。怎么看我笑话？你还不配吧？配不配我都看到了，而且心里特别痛快。有什么好得意的？我就是再不堪也总比你强吧？曲连杰啊，曲连杰，我怎么会喜欢过你呢？啊？哎呀，看来老娘也有看走眼的时候，真的是眼瞎了。曲筱绡再怎么惹事儿、捣乱，可是作为一个人，她比你像样多了。好，好，好，今天啊，就是我出门没看黄历，先碰到我那个妹妹，又碰到你，倒霉透了。等等，怎么了？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？随意吧。我去，你居然敢打我你！哎，赵儿，哎，我是小小的爸爸。哎，伯父你好。坐，刚才让你见笑了啊！坐。哎呦，你这穿的小小给你买的？啊？还穿着个皮裤啊？不是，是准备下湖啊？对。啊？门禁卡交出来。之前我是因为信任你才给了一张门禁卡给你，现在你失去我对你的信任，门禁卡没收，否则我告我妈那去。时间也不早了，我也该回去了。哎，赵，我随你的车一块走啊。哎，不行，你们两个只能走一个。那我先换衣服去了。哎。你满意了吧？有什么对自己女儿的吗？你还让赵医生他怎么看你？小小啊，你真的星期天晚上在看书，没点别的企图？你都不看到了吗？还能怎
怎么着呀？我看你今天晚上就是存心来找我麻烦的，我告我妈妈去。哎呦，行，好，行，坐。哎呀，我知道你和赵医生在一起，人家是医生，你们也坏不到哪儿去，这才敢放心领你哥哥来。谁让你先对他使坏呢？我总得一碗水端平吧？我怎么对他使坏了？上次是他自己不做人事，好吧？啊，你很好，你很好，你不负爸爸对你的期盼，这下我可以名正言顺处理你哥这个不务正业的。让他吃点亏，才会有长进。哼，那你想怎么处理他呀？要是不让我满意的话，我还捅到我妈那儿去。哎呦，小小，你大度点儿。平时爸爸对你不知多偏心了，你就是装也装的大度一点，别让爸爸夹在这里边为难。好啊。那你想怎么处理他呀？从明天起，没收他的车子，让他从基础部门做起，每月只领1万元的死工资，你满意了吧？那期限呢？1年。伯父，那我先走了。对，赵啊，我刚才想了想啊，我还是搭你的车走。小小，早点休息啊，早点休息。现在时间还早，你要是不着急休息，我请你去吃宵夜吧。谢谢伯父。不过这个事儿如果不提前跟小曲说一下的话，恐怕他会抽筋剥皮。哎呦，小这个，那好，以后再说。来日方长。伯父请。啊，请。是。及时通风报信，哎呦，我真的是爱死你喽！难道说你刚才是在屋里干坏事啊？我什么时候干过好事啊？关关小宝贝呀，从今以后呢，我欠你一个人情，你随时可以讨还哦。举手之劳而已嘛，什么人情啊？行了，我刚吃完，我要洗澡了。我要关门。怎么回事啊？刚在那边吵完架，我在这儿都听到动静了。快回去吧。这种吵架算什么呀？那是没有让你见到我从小真刀真枪打群架呢。好奇了吧？下次请我喝酒再告诉你哦。你可起来！你这个狐狸精，别想偷看我洗澡。开个玩笑而已，我又不是 T。小赵啊，你这么年轻，怎么就当上了主任医师呢？我是医学院硕博连读，读书读得比较早，小学还跳过级，26岁就已经博士毕业了。那你大小就很聪明。还好，不过我从小都是班上年纪最小的一个。那肯定是班上的尖子生啊！你父母是做什么的？怎么培养出这么好的孩子？我爸是高级工程师，我妈是大学教授，所以从小他们对我的要求都很严格。不错。小小这孩子从小也很聪明，
但是他这个脑筋呢，可是根本就没放在学习上。不过，留学回来后变得上进了不少，这里面也有你的功劳吧？不敢当，不敢当。其实潇潇什么都知道，他知道什么时候该干什么，而且他工作也很努力，不用我提醒。你们两个要共同努力，一起进步啊！哎呀。怎么给我挂了呢？什么意思？完了完了，预感不好，怎么办？怎么办呢？哎呀，我爸爸可千万不要当猪的队友，赵医生可千万不要嫌弃我呀！哦。怎么办？我还没有灌足够迷汤把赵医生迷倒，就被我爸撞见了，还上演了这么一出捉奸大戏。赵医生可千万不要对我爸有意见啊！张啊，哎，谢谢你啊！不客气，回去路上就慢一点开啊！好嘞，伯父再见。再见，再见。什么人呐？还亲自目送，挺重视啊。女婿，嘿嘿，咱们家的女婿。嘘。哎呦！对呀，赵。爸爸，好爸爸，乖爸爸，你是我的臭爸爸。你是要气死人呐！太邪恶了你。我又没有骂人，不算邪恶。我爸都跟你说什么了呀？你爸他考古了我一下。不行，我现在跟你一说话就想笑。开这车呢不安全，我很快就到你那儿。别睡着了啊！你才邪恶呢！刚才是谁跟我爸说要回家的呀？怎么，不欢迎我回去啊？赶紧麻溜的给姐滚回来！刚才当着我爸的面，我都没有办法非礼你。好，等我啊。哇呀！使劲一掌！赵医生，哎，你好。对了，听小曲说你最近很忙。我刚转正，今天要出差，还有点不太习惯。很正常，我刚当上主治医生的时候也是这样，强度大得不得了，慢慢习惯就好。家长，小点声，小点声，这么晚了。快告诉我，为什么你看到我爸一点都不紧张呢？像我这种在哪个父母眼里都是优秀青年的人，我紧张什么呀？要紧张也该是你紧张才对啊！真的是太帅了。好了，来。
刚到家。我妈也到家了。对，你妈来找过我，我没跟你汇报，是因为我想，反正她也会跟你说。电话里不说这事儿。哎，伤感情。我感冒了，你听出来了没有？鼻子都堵住了。没什么问题的。你平时说话声音也哑哑的，我还真没听出什么区别。要紧吗？以前那是撒娇，现在是感冒。这怎么办啊？一生病就更想你了。那你今晚有没有应酬？要不早点睡。我现在已经在家里躺在被窝里想你了，就想这么好好的睡一整天，肯定能好。要是你在的话，就更完美了，还可以抱抱。那我看看我的工作安排，能不能开车过来陪你？别，千万别来，别回头我感冒好了，再把你折腾累了，回头再传染给你。哎，你有这心就行了，对什么药都灵。哎呀，我现在这鼻子就已经透气了。不会是我跟你妈妈说我不想结婚，你假装生病撒娇吧？哎，我是真感冒了，大姐。不过呢，听我妈那么一说，确实更郁闷了。你说我妈也是的，跟她说别管别管，她非得缠我，那打她也不是，骂她也不是，谁让她是我妈呢？是不是？亲爱的，谢谢你能那么体谅我。好，那刚好扯平了。费国强也调查你们家，而且调查的应该很仔细的。他怎么夸我的？我没有听，我让他走了。我不想他给了我个 DNA， 就可以对我指手画脚的。干得漂亮。不过呢？不过什么？我在想啊，好歹魏先生还给过你 DNA， 你说我妈给过你什么呀？这将来这婆媳关系怎么处理呀？所以我说不结婚呀，大家都没有压力。主任啊，我是太爱你有主见了，但我也真的是担心你太有主见了。你说这两个有主见的女人凑在一块儿，倒霉的肯定是我吧？没办法，谁让我爱你呢？你嗓子都哑了，甜言蜜语就少说点吧。我呢，就好好的在这儿把我的菜种好，等你来了，给你煮青菜面吃，好不好？好吧。拜拜。哎，你说那个赵医生，真有你说的那么好啊？你可是从昨天晚上一直夸到今天。那是咱女儿看中的人，哪能有差？你等等啊，我给你看看啊。你有照片，你不早点拿出来？我看。你看有了。哎，我看。你看看这才多大就主任医师了，人也长得好，高高大大，一表人才，还有礼貌，你见了你肯定喜欢。还真是哈，看着挺年轻，也挺斯文的。那是，人家是书香门第父亲是高级工程师，母亲是大学教授。不，你说这样家庭出来的孩子能不好吗？人品好，又聪明，还肯努力。咱们家女儿能找到他这样的，那真是烧了高香。我跟你说啊，你这话我不爱听。我们家潇潇条件也不差呀，怎么哪点配不上他呀？潇潇是有点小聪明，但是跟人家赵医生一比，那还真不算什么。别的不说，咱们家女儿跟他在一起，大晚上的都在看书，要不是我亲眼看到，我都不敢相信。真的啊？哎，不是，你怎么知道咱们家女儿在看书啊？还有，那个赵医生怎么会送你回来呀？不，说起见小赵这事儿吧，不，还真是有点尴尬。要不咱这不说了，这不说。哎呀，昨天莲姐给我打电话，说潇潇跟什么野男人厮混。不，你说
我一听这事，我能不着急吗？我能不担心咱女儿吗？是吧？我这一着急，就跟连杰一块去找潇潇了。什么？你听曲连杰那小子的，跑潇潇那儿捉奸呢？不是，我这不是担心吗？有你这么担心的吗？你也不想想，咱们女儿是那样的人吗？是。当时我把连杰痛骂了一顿，正好也让他受受教训。不过，这是个好事儿啊！要不因为这个，我也见不着咱们女婿了吗？什么好事儿啊！啊，老丈人第一次见女婿就是去捉奸。哎呦，什么呀，这都是！哎，你让人家小赵医生怎么想咱们家啊？你说，要是一个好好的女婿被你给气走了怎么办？不至于吧？能看上咱们家女儿的人，不可能这承受力都受不了吧？啊，你还有好。我不是说潇潇不好，好，都是我的错，行了吧？要不我明天请他吃顿饭，解释。行，你千万别解释，你越解释越乱。这事儿啊，我亲自去看看。你去啊？当然了，你看咱们家潇潇被那个小赵医生迷得神魂颠倒的，昨天晚上又在一起，我要不亲自去看看调查，我可不放心。韩秋芳，请到18号诊室就诊；张德超，请到21号诊室就诊。你哪儿不舒服？我呀，我那个昨天不小心磕了一下胳膊肘，疼得厉害。请坐，我看看。啊。没有红肿和淤血，问题不大。这位医生，你年轻有为的有女朋友了吗？有啊。哎，等，这儿还疼。哎呀，真是可惜了。你看我有个朋友的孩子啊，这条件特别好，人长得漂亮，学历也高，我真想给你介绍。不用，谢谢。这样疼吗？不疼，疼，也有点疼。赵医生，你是本地人吗？阿姨啊，您问的这些问题和您病情都没有关系。还有，您这胳膊呢，没有什么问题。不过您要是实在觉得难受呢，可以去拍个片子看一下。不过我认为没有这个必要。就听你的。你看你这么年轻就当了主任医师，这经验得多丰富啊！啊，那个，你是一毕业就在这家医院工作吗？是。所以呢，您尽管可以放心，您这个胳膊没有问题。我后面还有很多病人要看，您要是没有什么别的问题的话，可以去付费拿药了。这个用红花油每天早晚各按摩1次，很快就好。啊，谢谢啊。下一位。哇，谢谢啊。谢谢啊。曲总，妈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慰问我的宝贝女儿呀。哎，我让阿姨呀特意给你煲了乌鸡汤，最补精神了。
这才下午2点钟，让我这会儿吃了，我还吃得下晚饭吗？怎么不能啊？汤而已，又不撑人。看完你儿做生意这么辛苦，当然得好好补养补养了。不愧是我女儿，生意做得聪明，看人眼光也准。什么意思啊？没什么意思啊。那个，哎，以后你有空啊，多跟赵医生一块儿啊。你怎么知道赵医生？还这么殷勤，肯定有问题。没问题，一点问题都没有。你好好喝汤啊，把这些都喝完，听话啊，好好工作。妈走了。哎，妈。肯定有问题，肯定有问题。哎，对了，今天有个女病人特别奇怪，她说她胳膊疼，我给她一检查吧，什么问题都没有，还问了我一堆私人问题。什么女病人？长得漂亮，是不是喜欢上你啦？怎么可能？一个中年阿姨吧，看样子有40、50岁了。哎，你还别说，要不是她年纪足够大呀，我还真的以为又来了一个跟你一模一样的胆儿肥的。那阿姨她都问你些什么了呀？问我什么？老家是哪儿的呀？工作多久了？还问我有没有女朋友。我说我有女朋友了，直接回绝了，这才算完。现在这些老阿姨真太可怕了，什么都不知道就要给别人当红娘，太吓人。哎呀，怎么了？我的话没那么好笑吧？别说那个阿姨呀，那是我妈。她今下午来我公司了，说是给我煲汤来，结果呢，整个人奇奇怪怪的，还说让我经常跟你在一起。我就知道这里面肯定有问题。哎，你们全家是不是都不走寻常路啊？啊，要见我直接跟你说不就行了吗？用得着舍近求远吗？他想见我还不乐意呢。我爸妈从小就喜欢成绩好的，喜欢读书读得好的。我这还没有介绍你们俩认识呢，他就给我折腾出这么多事儿来。我要是介绍你们俩认识了，还不知道怎么干涉我呢。哎，你该不会是怕你爸妈站在我这边吧？啊，也是。你看啊，一边是我这种优秀青年，一边是你这种不学无术之辈，谁看谁明白。说什么呢？说什么呢？赵小平，我告诉你，要再说一次，我懂吗？好了好了，不逗你了。哎，不过话说回来，你什么时候见我爸妈呀？说了不见嘛。哎呀，这样子把父母拉扯进来可麻烦了。曲佳佳，你该不会是害怕了吧？嗯？这开玩笑，我曲筱绡怕过谁呀？哼！
我是一条小小的蚯蚓，躲在雨后春泥中呼吸，没有铠甲柔软的身体。这周6他就要来上海了，路途遥远，我翘首以盼。蜷缩毫无防备的身体，躲避展翅翱翔的天地，多想躺在青草边沐浴，多想和鸟儿一起嬉戏。我是一条小小的蚯蚓，睡在洒满金色的大地，落叶给我温暖的棉衣，伴我抵御寒冷的冬季。虽然我是一条小小蚯蚓，虽然我很渺小，像毛平平，虽然花间成蝶不是我的命，但我拥有一颗勇敢的心。虽然我是一条小小蚯蚓，虽然我很渺小，像毛平平，虽然花间成蝶不是我的命，但我拥有一颗勇敢的心。虽然花间成蝶不是我的命，但我拥有一颗勇敢的心。谁呀？大周末的这么早给你打哎电话？呀，印晴啊！喂，小印啊，这么早？是不是打错了呀？反正小秋在跟踪我。你说什么？小秋在跟踪我。我今天早上来客运站接我女朋友，小秋现在就在我身后呢。女朋友？小秋，你对你说什么意思呀？樊姐，能不能请你帮我劝劝小秋？这大清早的客运站，什么人都有，也挺不安全的。他一个人过来，我这边女朋友刚从老家过来，我也不能不管她。樊姐，能不能请你帮我劝劝她？是我对不起她，但是我跟她确实已经结束了，让她别再想以前了。对不起，这么大早的打扰你，我心里也挺不是滋味。我已经对不起一个女孩了，我不能再对不起另一个。我知道了，我这就打电话给他。这小秋怎么盯梢啊？疯了吧？这小蚯蚓真的是，这走火入魔了，死活放不下这个印情。我怎么劝他都没有用，这又开始了。哎呦，真的这孩子，我跟你说啊，他肯定是钻什么牛角尖了。哎，这大清早的，别出什么事儿了。通了。怎么不接电话呀？别着急啊，要么这样，咱们去找找。
咱们这到客运站太远了，到了也晚了。欢乐颂那边见。没。